你一定不知道，当年风靡亚洲的《倩女幽魂》竟然源自徐克的童年阴影。你一定也不知道，当年让韩国人近乎疯狂的宁采臣和聂小倩，拍摄前期差一点就换了人。你一定还不知道，经典的《倩女幽魂》还深刻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。徐克当年真的把《聊斋》的精髓都融入了这部作品里。如今成年的我们，真的要用成年人的角度来重温一遍。跟着我，咱们好好品一品。童年的徐克无意间在录像厅看到了李翰祥版的《倩女幽魂》，阴森的配乐、惊悚的画面，给他的心灵造成了不小的冲击。长大之后，徐克突然冒出拍恐怖片的想法，于是就想到了《倩女幽魂》。他找到了擅长动作戏的程晓东，程晓东答应了。结果剧本写了一半才发现是爱情片，程晓东又慌了。爱情片不卖座，观众并不喜欢在大屏幕上看浪漫爱情，看啥呀？英雄本色警察故事。徐克看到程晓东打退堂鼓，开始游说他。徐克觉得电影市场动作片和喜剧片独大，爱情片正好是一块无人开发的荒地。之前拍的那些观众接受不了，是因为方法不对，我们可以用恐怖片的方式去包装，他再搭上现在热门的武打动作，这部片子一定能成就。这样《倩女幽魂》才开始筹备，谁知在男女主角上徐克碰了壁。他给张国荣打了第一通电话，主题是道歉。到哪的歉呢？到英雄本色的歉。因为当年在拍摄英雄本色时，加了小马哥，剪了张国荣的戏。另外人物塑造上也不讨喜，徐克为了补偿张国荣，为他量身打造了宁采臣，但没想到张国荣一听是古装戏，立马就拒绝了。这和他的早年经历有关，他有阴影。过了几天，徐克又打了第二通电话，告诉张国荣虽然是古装戏，但是我们得有讽刺意味，然后又把改良过无数次的戏服给张国荣看。张国荣这才答应，确定了男主角，接下来就要确定女主角了。倩女幽魂的聂小倩既要性感又要脱俗，徐克首先想到的是中森明菜，电影里那幅聂小倩的画像就是以她为原型画的，但邀请了很多次都被对方婉拒了。就在这时，还是新人的王祖贤主动联系了徐克妻子施南生，施南生觉得王祖贤太高，长相又太现代，于是就拒绝了。但王祖贤没有放弃，又直接联系了徐克，现场一试妆。徐克觉得王祖贤的扮相是很惊艳，但移动起来就略微有点不太合适。为此，王祖贤报名了民间舞特训班去学习形体和谈吐，最终才通过徐克的审核。可在拍摄期间还有一些精彩故事。拍摄《倩女幽魂》时，王祖贤很大胆地问了徐克这样一个问题：我究竟还要睡多少个男人？其实也不怪王祖贤这样问，亲密戏确实太多了。你看影片开头，一个夏侯剑客，一个张国荣，紧接着再来一个徐克。面对王祖贤的直接，并没有生气，毕竟这还是个19岁的孩子。但是他为观众呈现出来的聂小倩可不是19岁的功底。他与夏侯剑客的那场戏，短时间内4种不同的表情，真的不相信这是他第2次拍电影。先是戏水这一段，你说的清纯还有一丝妖媚，你说的妖媚还带有一点高冷。当夏侯剑客走向他的时候，我们把镜头放满1秒钟都不到，脸上能呈现出2种细微的变化，上下打量，然后嫣然一笑。当即刻上了钩，他又呈现出了冷血无情的表情，配上阴森的音乐，真的给了我们一种恐怖的传达。最后那就是一个大反转，不是剧情反转，而是表情反转。当树妖出现开始谋害剑客的时候，王祖贤的脸上瞬间就变成了同情与惋惜，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。他知道他在助纣为虐，他也不想祸害人间，可是无奈于自己只是树妖的一个工具而已。全片最精彩的镜头，那就是小倩穿衣了，这与教主饮酒、紫霞眨眼、赵敏回头合称为港片4大精彩瞬间。风情万种可能是对女人最高的赞美了，可王祖贤饰演的聂小倩可清纯可妩媚，可冷艳可柔情，有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冷，也有邻家小妹的可爱。这样的演员不得不敬佩于徐老怪的眼光。王祖贤也凭着聂小倩一角火遍亚洲，让亚洲男人为之疯狂。可如今我们不得不感慨时间的残酷，饰演宁采臣的张国荣英年早逝，饰演燕赤霞的吴马也不在人间，只留下王祖贤远渡重洋，残梦红尘了。接下来我要讲讲《倩女幽魂》当中所隐喻的肮脏世界。关于《倩女幽魂》几十年来数次翻拍，为什么只有徐克版本的《
倩女幽魂能成为无法逾越的经典吗？难道只是靠张国荣与王祖贤吗？不，当然不是。我觉得重点还是徐克。有人说你真的胡扯啊，导演明明是程晓东。对，导演是程晓东，可监制是徐克，制作人也是徐克，剧情框架还是徐克。也正是徐克把《聊斋志异》的精髓都融入了这部《倩女幽魂》里。《聊斋志异》的精髓无非也就3点：第一是揭露了社会的黑暗，第二是揭露了观者的贪婪，第三是揭露了科学的弊端。你说这3点，《倩女幽魂》里哪个没有吧？斧头可以随意抓人，剑客可以随意杀人，王晶客串的县里甚至可以光明正大的贪，想报啊，可以啊，你得先给钱。再说说宁采臣，他一位书生居然可以沦落到如此地步，能成为一个收账的，拿出一个馒头居然比石头还硬。在这部电影里，人只求的温饱，鬼只求的安葬，就连一位旷世高手都看不惯的世道，鬼隐山林，讽刺不过如此了吧。就是在这样的乱世背景下，徐克却插入了爱情。宁采臣和聂小倩的感情线刻画的非常好，二人的心动不是突如其来，而是有迹可循，以丛林英雄救美开始，中间有小倩在树上捉弄宁采臣为铺垫，到水中葬人达到高潮，然而最后却用阴阳两隔的悲剧来做收尾，这个收尾观众自然接受不了。不过这也是徐克的手法，因为只有遗憾才能让我们念念不忘，心有意难平。如果你想问这部《倩女幽魂》的主题是什么，电影里早都告诉你答案，那就是燕赤霞的那句台词：我不懂，人的世界太复杂，难分是非，跟鬼神在一起，黑白分明反而简单。人有的时候真的不如鬼吗？这个问题还是留给此时的你吧。徐克版本的《倩女幽魂》一直被各大媒体封为传世经典，硬核叔认为重要的不是经典，而是传世。订阅硬核叔，每天说电影。